2009年，俄罗斯媒体传出大新闻，黑道风云人物日本仔伊万科夫在莫斯科被刺杀。伊万科夫的死标志着俄罗斯黑道的分裂，不守武德的年轻一代黑帮分子已经无法忍耐苏联时期的遗老遗少们，年轻人们要给俄罗斯地下秩序洗牌。日本仔死后，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到了另一位俄罗斯教父哈森老爹乌索扬的身上。作为高加索出身的黑帮教父，哈森老爹曾在90年代被俄政府邀请调停车臣武装的绑架案，因此扬名世界。乌索扬是俄罗斯黑道的最后一个苏联教父，其地位甚至比日本仔还要高不少。而且哈森老爹过得也不太平，从90年代末就遭遇过刺杀，刺客也是新崛起的黑帮分子。日本仔遇刺3年后的2013年1月，哈桑老爹也在莫斯科遇刺，他身中5枪，当场死亡，享年76岁。但哈桑老爹被杀之后，俄罗斯的反对派马上晒出90年代普京与哈桑老爹的合照，反对派试图证明普京一直认识哈桑老爹，甚至有人怀疑就是普京杀死了哈桑老爹，因为刺杀他的武器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 AS-5步枪。消息一经传出，俄政府立即否认普京和哈桑老爹有任何交集，也否认政府下手除掉乌索扬。那么哈桑老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他如何在苏联时期崛起？他的死亡为何会被强行扯上和普京的关系呢？哈桑老爹乌索扬原名阿斯兰乌索扬拉希多维奇，他是库尔德族格鲁吉亚人。1937年2月出生在前苏联加盟国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。乌索扬童年时正值苏德战争，苏联全力扑在战争上，成年男性去前线打仗，很多人没能回来，大量青壮年的牺牲导致苏联地方政府的人力严重不足，一些边缘地区的治安情况很差，犯罪率飙升，第比利斯就是例子。乌索扬成长在第比利斯的街头，他从小被街头暴力生活耳濡目染，10岁出头就跟着小混混、小偷小摸打架斗殴。1956年，乌索扬年仅19岁，就因为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1959年，乌索扬又因为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在监狱里，乌索扬认识了几个格鲁吉亚著名的犯罪分子，这些人都有古拉格背景，是罪犯中的罪犯。乌索扬和这些古拉格罪犯臭味相投，他们很快觉得乌索扬是个可造之才，就接纳他进入监狱的黑帮，还送他混号哈桑。可不要小看这个绰号，在讲究体系的前苏联黑社会，从古拉格劳改营延续下来的血统是一脉相承的。一个犯罪分子要拥有势力，必须得到有混号的前辈们承认，这一过程常被称为加冕。有了这个混号，犯罪分子才能当老大，否则混混们不认可，其他老大也不愿意平起平坐。乌索扬出狱之后，苏联的社会风气已经越变越宽松，官员贪污腐败，民间黑市猖獗。乌索扬在犯罪上很有天赋，他知道黑市商人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买卖，所以他就专门敲诈勒索黑市商人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敢报警。哈桑在这时候过得如鱼得水，和几个小弟靠敲诈和抢劫赚取了第一桶金。在赚到钱之后，哈桑惊讶于这些黑市商人的财富，于是他就想自己做点生意，停止这种小毛贼式的生活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供制度让苏联很多工厂活跃了起来，他们生产高质量的消耗品专供官员，而乌索扬代表的黑帮分子就打通关系，把一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卖，利润两边分。乌索扬做生意很勤奋，他带着几个手下从高加索跑到中亚，在两边做生意，顺便认识了一大批官员，打通了铁路、公路、仓储、销售等所有环节的干部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但苏联政府对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难以容忍。1966年，乌索扬因为投机罪被捕，但是他没坐多久的牢，在1968年就被假释出狱。和日本仔伊万科夫用拳头打江山不同，哈桑老爹乌索扬从不动手，他的权力都是靠金钱来支撑。在进入监狱前，他的手下就会给典狱长送钱，狱长不要钱就送烟酒等物资，然后告诉他乌索扬要来这个监狱过场。他认识很多大人物，很快就会出狱，希望典狱长不要为难他。所以进监狱后，乌索扬的吃住都跟外面没多大差别，而且监狱里的小混混们都对他非常崇拜，争着做他的小弟。最后，监狱成了乌索扬的后花园，甚至在他出狱后，他留下的势力还在控制监狱秩序。这些年轻人崇拜乌索扬，就称他为哈桑老爹。1984年，苏联境内的黑帮已经呈井喷趋势，苏联政府甚至下令军警荷枪实弹出警抓人，晚上也要在城市巡逻。在严打之下，乌索扬再次被苏联警察逮捕。
乌索扬是乌拉尔地区的知名犯罪分子，为了以儆效尤，法庭判处他15年徒刑。但仅仅7年后，苏联解体了，乌索扬再次假释出狱。出狱后的乌索扬来到黑海边的索契生活，这是当时俄罗斯黑帮的一个大据点。乌索扬召集旧部询问了现在俄罗斯的情况，结果把这位哈桑老爹吓了一跳。眼下的俄罗斯，光在大城市占据一方的黑势力就有10几股，而且根据地域分得非常清楚。中亚邦、高加索邦、西伯利亚邦、斯拉夫邦、穆斯林邦、蒙古邦都有自己的人马和生意。至于当年混得最好的几个黑道头子，大多去欧洲和美国闯荡了。例如跟自己齐名的日本仔就去美国搞国际卖春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哈桑老爹恨自己没能赶上大潮，好在他很有钱，他就向高加索地区投资矿产，也赚到了不少。1995年，乌索扬和10几个黑帮大佬在索契开会，结果遭到警察扫荡，这些人全部被捕，但是因为证据不足，这些老大们在做了笔录后就被释放。同年，乌索扬获得了参会大佬们的集体承认，他作为所有帮派的精神教父，负责处理帮派纠纷，并在日本仔被美国警方逮捕后，接着帮派的共同资金，这笔钱数额很大，是帮派一起出钱成立的，负责为所有帮派一起打通政府关系，给伤亡人员发抚恤金，以及举行庆祝纪念活动。自此，乌索扬正式成为俄罗斯黑道王者，尤其是高加索人把乌索扬当成偶像膜拜。然而，此时的俄罗斯地下社会情况不容乐观，很多靠贩毒发家的新兴犯罪集团势头很猛。这些年轻人窜得快，心气儿高，看不上那些守旧的苏联遗老遗少。虽有一批拥有名望的教父坐镇，但是俄罗斯黑帮在90年代的仇杀仍然残酷，很多大佬级别的人物被虐杀，让乌索扬也非常揪心。1998年，乌索扬也遭到了刺杀，在他位于索契的一家餐厅里，刺客冲进去朝吃午饭的乌索扬开枪，幸好桌板够厚，乌索扬逃过一劫。乌索扬随后开始了反击，派人杀掉了自己的对头奥加诺夫兄弟。随后，哈桑老爹转变了思想，他敞开门为新人举行加冕仪式。此举虽然引起很多老人不满，但乌索扬知道，如果不给这些年轻人名分，迟早有一天他们会自己去拿，那时候就不好看了。在那之后，乌索扬和不守规矩的年轻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默契，但他本人的名号还仅限于黑帮。直到1998年，车臣恐怖袭击让乌索扬的名号在全世界扬名。1998年，高加索的车臣共和国发生恐怖袭击，俄罗斯政府驻车臣的代表弗拉索夫被恐怖分子绑架，俄罗斯政府多次谈判无果，最后叶利钦找到了乌索扬帮忙，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，乌索扬设法营救弗拉索夫，而政府对乌索扬的一些违法行为网开一面。乌索扬动用了在高加索地区的人脉，最后花了半年救出了弗拉索夫，他本人也因此扬名世界。1998年的刺杀案结束后，乌索扬开始深居简出，对外宣布自己退休，但其实他通过副手和家人还在控制高加索地区的生意，依然日进斗金。21世纪头10年，俄罗斯黑帮进入黄金时代，各种生意在全世界开花。乌索扬也在东欧到处活动，与不同的帮派解决纠纷。2009年，日本仔伊万科夫在莫斯科遇刺身亡，乌索扬得到消息非常紧张，他给自己买了防弹轿车，还有2个死士日夜跟随，防止有人对自己不利。2010年，乌索扬在乌克兰被逮捕，因为文件造假被遣返回莫斯科。乌索扬本来对这种事没什么感觉，毕竟他跟法庭打交道几十年，这些问题交给手下解决就行了，再请个律师去打个官司，自己都不用出面。没想到在9月，乌索扬在莫斯科的特维尔大街看望自己的手下，却遭遇了刺杀，他腹部受伤，从鬼门关里捡了一条命回来。乌索扬此后彻底隐形，生意全部交给自己的小弟。他已经74岁，不想晚年在阴沟翻船，但是一股神秘力量必须要乌索扬死。2013年1月，乌索扬在莫斯科大尼基塔街上吃饭，结果一串子弹从窗外射来，乌索扬颈部被打穿，送医途中就伤重而死。警方调查显示，杀手使用的是俄罗斯特种部队使用的 AS-WAL 步枪，这种武器射程远、精度高，已经成为黑帮暗杀的利器。哈桑老爹死了，这个消息传遍了世界。俄罗斯政府发言说，乌索扬的死亡是黑帮内斗的结果，这代表着俄罗斯黑帮正在洗牌。但是普京的政敌马上上传了一张照片，上面显示90年代初稚嫩的普京在一个宴会上跟哈桑老爹乌索扬喝酒。这张照片在俄罗斯引起热议，大家都怀疑普京当年是不是跟黑帮有来往。
还有人怀疑黑帮参与了普京当年的上位。可是俄罗斯政府否认了照片的真实性，说图上的人不是哈桑老爹，而是当时俄罗斯的一个政客。普京从未跟黑帮有过来往，他非常讨厌这些国家蛀虫。网友们怀疑是普京下令除掉了乌索扬，其实这种可能性也不大。以普京的权力，他有100种办法让乌索扬死得安安静静，完全不需要堂而皇之的在大街上将其击毙。乌索扬的死亡其实跟他以前积累的江湖恩怨有关系。据说乌索扬的杀手以制造灭门惨案而闻名，很多人觉得他做事太绝，新兴帮派对他颇有怨恨。无论是哈桑老爹还是日本仔，他们的人生都印证了一句话：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通知提醒，第一时间观看最新视频。